碰得天地为压，不愧是上古传承的法宝。这秘境果真藏着天不难遇的机缘，拿到手定能助我神功大成。老东西，你想得美！快讲！闹了这么久，也该收场了。天地力邪，阴阳所魂，应而从。这。少爷，可有伤到哪里？没有受伤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皇鼎。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看样子，少爷只是被人皇鼎带入某种空间了，可能也是种机缘。此乃吾之功法，大眼黄极功。你既得到此鼎认可，便要就此做出抉择。此法所得到的人族信仰与气运越多，便会越强，但与你所修之法相冲，需你散去功法才可修炼。若是你选择放弃，吾会抹除你今日所有记忆，送你离开。前辈，我愿意散功后修此功法。少爷，少爷将功法废了，只有散去这一身功法，才能将人皇鼎修炼到极致，值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10年江湖，我看够了百姓的疾苦，是时候回去将那皇位做一做了。少爷，张嘴。是怎么了？刚才那位公子的狗去咬了那汉子的儿子，那汉子护子心细，用斧头砍了人，那公子怒了。那可是靖王世子叶星元，谁敢？长眼的狗东西！老子的猎犬你也敢杀？今天就让你偿命！你砍杀了老子养了8年的狗，我也不欺负你。你砍他的2方，老子要你2指！你住手！是你的狗咬我，我爹才砍他的。凶徒袭杀皇亲，把他给我宰了！你最好放开我，我可是靖王世子，敢伤我一根毫毛，我保证你走不出这唐安城！住手！这可是靖王世子！
然后呢？你敢出手，必杀我，必杀你！小园子，我不在唐安城这些年，你挺狂啊，还记不记得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再发现你欺负人，我就打断你2条狗腿。这才10年，你就全忘了？三哥，他竟是三皇子叶宵。三皇子殿下，传闻10年前，三皇子深受皇帝宠爱，是为储君的不二人选。三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你饶我一次。叶星元，身为皇室子弟，欺压百姓，败坏皇室声望，人神共愤。今日我大前三皇子叶宵，断你双腿，以儆效尤。三哥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次，我绝不再犯。如果你刚刚只是打他一顿，我说不定都少断你1条腿。可你动手就是最重要的拇指，这般阴毒，我不杀你，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。少爷快来，人家给你剥了好多颗荔枝呢。陛下，陛下，出事儿了！出了什么事儿？这副慌张模样，早告诉过你，遇事要稳重。镇抚司来报，说是三皇子回城了。萧儿回来了，那个逆子还知道回来，快把冯大师做的龙袍给朕找出来。朕要让那个逆儿知道朕之威严。吩咐御膳房将前日蛮族送来的闭眼司封侯杀了。那逆子虽然不听话，但朕惩罚之后，总不能让他饿着。还有，去通知百官及皇亲，萧儿回唐安城，明日朕要大摆宴席。怎么还不去？陛下，三皇子回了唐安城不假，但却在城门打断叶星元牙齿，踹碎其膝盖。靖王只怕已经在往皇宫来了。启禀陛下，靖王于殿外求见。让他进来，去吧。给朕把龙袍找出来。另外，闭眼司封侯也准备好。便是惹事儿了，也不能不吃饭啊。唉，陛下还是偏爱三皇子。什么？你是说老三回来了，还在城门口把叶星元的膝盖踹碎了？是的，靖王应该已经入宫了。哈哈哈！老三这个混蛋，刚回来就惹下这般祸事。此番便是父皇再喜欢他，想来也会将其重罚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殿下为何这般开心？三皇子应该与殿下并无仇怨啊！你懂个屁！我父皇这么多年始终不肯立储，就是因为老三，在他心里，老三才是那个最适合承接皇位之人。即便我再努力，他都不会在乎。殿下，三皇子虽早会，但当年私自离京，早已失去百官信任，并无争储实力。如今真正的对手是二皇子和四皇子，才是首要提防之人。依我看，殿下不必敌视三皇子，反倒该顺势拉拢。多谢梅先生教诲。立嫡长本是正统，殿下身为皇后嫡长子，只需尽显仁厚胸襟，储位便稳如泰山。即便陛下另有想法，百官也定会鼎力相助。陛下，陛下，犬子纵有过失，却也事出有因，万不该当众下此狠手。皇室子弟犯事，当由宗人府处置，岂能这般荒唐？还请陛下为臣弟做主。七弟啊，叶宵这个逆子浪荡江湖多年，难免沾染些草莽之气。你放心，待他回宫，朕必严加惩处。叶宵回唐安，还未入宫给陛下庆安，岂有此理！回了都城，却不第一时间入宫给朕问安，朕一定要狠狠惩处这逆子。来了来了，这不是先寻个落脚的地方吗？我这么大了，又不能住在宫里，总不能请完安出去住大街吧？岂有此理！你怎能不经通禀擅入陛下寝宫，简直无礼至极！是啊，你这逆子还有没有点规矩？父皇可是忘了，您赐过我宫中自由行动之权。您当年可是说过，无论是宫中何地，我都可不经通禀，直入其中。哼，朕只是看你年幼，才给你如此特权，倒是忘了。七叔这是来干嘛了？40、50岁的人了，总不至于是跑来哭诉的吧？那可太没出息了。叶宵，你好狠的心！星元无论如何是你同宗兄弟，如何能断其双腿，踹的还是膝盖要处？他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。他毁了，总比我皇室的名声毁了来得好。若是皇室子弟个个如他一般在外欺压百姓，我皇室还不名声尽丧，为天下人唾弃？启禀父皇，儿臣要参靖王教子无方，任由子嗣欺压残害百姓，败坏皇室声誉，还请父皇严惩。陛下，叶宵所言并不属实，星元平日并无恶行，只是今日意外，还望陛下明断。巧了，
我平日也并无恶行，他是事出有因，那我自然也是喽。如果平日没有恶行，加上意外就无罪，那我自然无罪。你这是诡辩！七叔说什么话呀？我这怎么能叫诡辩？话都是你说的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第一是咱们都有罪，所以呢就各论各的，任由父皇处置；第二就是咱们大伙儿都无罪，各回各家洗澡睡觉。你觉得是哪个？陛下，夜宵诡辩，臣弟不善言辞，还请皇兄为臣弟做主。朕觉得这逆子虽然荒唐，但是说话却还有几分道理。若要处置，岂能只处置一人？既然如此，臣弟请求陛下派出宫中御医为星元诊治，尽可能保住他的双腿。准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七叔好像很不服啊，要不要跟我打一场？你岁数大了，我不欺负你，让你一只手。毕竟我一向尊老爱幼。你这逆子还知道回来？没办法，年纪大了，总不能老是漂泊在外，回来混个皇帝当当，安稳一些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这种话也敢说？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我，你儿子夜宵，我要当皇帝。朕可不止你一个儿子，如今你那些兄弟个个皆是人中龙凤，这么厉害？那行吧，我待几天就走。皇帝当不了，这唐安城也没什么太大。你敢？夜宵，你若再敢不告而别，别怪我真的跟你翻脸。你要当皇帝可以，不过江山社稷不可轻许。你要登位，便要向朕、向百官展示你的能力，凭你自己的本事夺取皇位。朕可以许你一个夺嫡的机会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娶妻。朕欲赐你一门婚事，只要你同意下来，朕便许你独自开府，招收门客，并许你豢养亲兵3000，每月拨银钱10万，并朝堂议事之权。赐婚可以，丑的不行。哼，说的什么话？你好歹是朕的儿子，朕岂会给你娶个丑媳妇？矮的也不行。放心，绝对身材高挑纤细。胖的也不行。呵呵，朕绝对给你找个我大钱1等1的美人。那女人不能生孩子？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朕岂会给你找个不能生养的女人为妻？哼，你当我是傻的？这女人要是没点问题，你岂会开出如此代价，并且遮遮掩掩？朕就是想要你安心留在长安。至于人选，只是朕还没想好罢了。你这臭小子如此多疑，真是可恨。我答应。行了，下去吧，去明月宫见见你娘和妹妹。多年未见，朕让御膳房炖了南蛮进贡的闭眼丝蜂吼，那东西极其鲜美。一会儿在明月宫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出游10年，你什么修为了？启禀父皇，儿臣已入炼魂境，如今是7品修为。这孩子当年便不该走，耽误了。依我观之，三皇子其天门已开，并非当年所修功法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是怎么回事？应当是三皇子破开天门后，他为了转修此功法，导致修为受损，因此跌落境界。他当年修炼的功法已经是天下1等1的功法，简直是胡闹！陛下，有些时候缘法各自不同，不到最后，谁也无法断定结果，还请陛下莫要心急。陛下，司封后还需半个时辰做好，龙袍也取来了。周统，你指内务府赐三皇子夜宵府邸一座，许其招揽门客之权，并可豢养私兵3000，每月银钱10万。你指平北侯梁承恩赐婚其女梁晴嫁于夜宵为平妻。你这孩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一走这么多年，你知不知道娘和你妹妹有多担心你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现在我可比娘高多了。行了，这次回来可不许走了。等过些时日，娘给你寻个姑娘，给你成亲。不用了，父皇说要给我赐婚。那感情好，看来陛下虽然多年未见你，但是心里对你还是惦记的。可惜了，你若不走，或许已然成了储君。现在也不晚。不可，萧儿，你不在唐安多年，不知形势。如今老大、老二、老四他们羽翼已成，你听娘的，一定要低调行事，不可与其争锋。娘不求其他，只求你安稳一生便好。哥，我好想你。我就知道，父皇就是偏心。老三把叶星元一双膝盖踹碎，不但没有遭受惩罚，还得了赏赐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陛下对三皇子宠爱太甚了。我当年开府，父皇不过许我每月1万银银，800丝兵。他一走10年，回来就给他这么大的权限。父皇到底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难道真的要强行扶持老三继位？圣心如渊，陛下怎么想的，没人知道。不过目前看来，三皇子或许真的是个大麻烦。殿下是下决定的时候了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使死士刺客杀之。梅先生，之前是您说让我拉拢他，怎么如今又让我杀他？人有实旨，尚且长短不同。若是没有这道旨意，陛下对其偏宠一些，不过是展现人父之仁爱，并无不妥。可是陛下这道旨意摆明了是让其参与朝堂政务，也就是参与到争夺太子大位之中。如此一来，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你和其余兄弟都挤下去。父皇宠爱于他，若是派高手保护，我派人去刺杀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便是有风险，也总归要试试啊。让我再想想。你不是说周涛是你老部下，亲如兄弟？晴儿和他儿子的婚事一定成吗？怎么就又被拒绝了？人家说已经定亲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定亲？放屁！我都听说了，人家是你上门之后连夜定了一门亲事，平日里还说什么好兄弟，真有事情了，我看都是狗屁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周涛为了救我，当年身中14刀，这情谊可不是假的。他儿子娶咱们女儿，还委屈他了。毕竟人家那是亲儿子。你说的什么狗屁话？咱家晴儿难道不是亲生的？谁叫他下那般狠命的？谣言说什么晴儿拿着楚人肠子编花，脑浆下酒，我听了都毛骨悚然。那些公子哥能不怕吗？还不是怪你，要不是你教他练武，许他从军，哪有今日之这些传言？现在可好，眼瞅20岁的大姑娘嫁不出去，她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平北侯梁承恩接旨，赐婚平北侯之女梁晴嫁与三皇子为平妻，钦此。周公公，三皇子回唐安城了。是的，有件事情还请周公公解惑，为何这赐婚却是平妻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陛下还有一句话让我告知侯爷，请讲。这平妻之位无需刻意对外宣扬，只需说明赐婚即可。宫里还有事，我先告辞一步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我提前告知两位一句。陛下赐了三皇子开府之权，每月银钱10万，许其养私兵3000，并许朝堂议事之权。看那些家伙再敢明里暗里说晴儿嫁不出去的。夫君，怎么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？这三皇子只怕野心不小。什么意思？陛下摆明了是让他参与到皇子争斗之中，可是三皇子在唐安城根基浅薄，这赐婚旨意却将咱们梁家与三皇子绑在了一起，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。我才不管呢，反正我女儿的婚事解决了。听萧儿说，陛下想要为她赐婚，不知陛下意许哪家姑娘？要是没有人选，妾身倒是知道几个性情温婉、知书达理的。不用你操心，朕早已经定好了人选，平北侯之女梁晴。陛下，能不能换个人？旨意已经下了，这门婚事朕是有些考量的。首先，梁晴行事虽然略显狠辣，可是于国有功，不可使其委屈。嫁与萧儿，算是一个归宿。陛下英明。其二，萧儿回京，根基浅薄，若想夺嫡，需要可靠臂助。联姻之事，可使梁承恩成为萧儿后盾，加上梁晴带兵指挥能力极强，可为萧儿助力。这第三，梁晴之名到底算是恶名，只要旨意中平妻2字不外传，便有一些迷惑作用。毕竟未来皇后总不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或可为萧儿减去一些敌意。陛下英明。萧儿啊，最合朕心。少年之时，朕也想像他一样游历天下，只是朕那时没他那般勇气。他能有一番作为，不要让朕失望。今夜这些话烂在肚子里，若是萧儿想要退婚，你帮我劝劝他。陛下放心，妾身一定劝你。叶萧，你要回来，你要当皇帝都可以，可若是一点底牌都没有，
便是死了，也怪不得朕。何叔，走吧。殿下以后称呼我名字便是。我在江湖，别人听到这般称呼不好。无所谓，您是我叔，是我认下的。便是我父皇在此，我也是这般称呼。走吧，天色晚了，一会儿柳儿该着急了。少爷，有刺客，杀了吧。我问问，能不能问出来还是两说。便是问出来，谁知道他说真话假话？反正无非就是那几人罢了。太慢了，这种修炼速度太慢了，必须赶紧把那3000私兵弄到手。要想更快的修炼，就必须有更多下属，唯有这样，才能通过人皇鼎聚拢更多人气，提升修为。那便是三皇子，倒是一表人才，威仪不凡。那又如何？行事过于莽撞狠辣，昨日直接在城门口打断了叶星元的腿。听说御史台今日便要参他呢。可我听说昨天靖王亲自入宫，都不曾让陛下惩处他。御史参他有用吗？有用无用，参过才知。三弟，10年不见，为兄甚是想念。不用想念，以后我每天都在。父皇许我朝堂议事之权。多年不见，三弟还是这般直爽。听闻父皇给三弟每月10万钱，要是日常花销，倒也不算少。可是还要供养3000私兵。再者说了，你这回了唐安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这点银钱，若要成亲说媒，只怕就有些捉襟见肘了。三弟若是用钱，尽可跟二哥张口，不管多少，二哥绝对帮你搞定。而且我这边只要三弟8分利息。还是二哥体贴，不像某些人只会空口想念。不过二哥还真是没猜错，我现在手头的确有些紧，不知可否先支应1000万两银子应应急，等我有了，立刻。三弟不怕银子太多砸到脚，借的太多了，二哥要是给不起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从小说话就跟放屁一样，商贾世家自来如此。叶萧，你不要太过分！哟，明明是你说的可以借我钱，还数目随便说。现在给不起了，就是我过分。三位兄长莫要争吵，三哥回来是大喜的事情，还是不要惹得父皇不开心，到时候大家都受罚。四弟如今在我大前文坛声名鹊起，诗文为天下传颂，了不起。多谢三哥夸奖，些许文章不足挂齿。咦，最近并无战事啊，这良禽今日怎么上殿了？难道是父皇要重新将其启用？原来是他。我大前女人斩敌数10万，坊间传言她攻楚时把楚人脑袋拧下，不知真假。听说还把楚人脑浆挖出来下酒呢。呵呵，这话有脑子就不会信，你爱信不信。据我所知，他亲手斩杀楚国青壮不下10000人，笑起来还挺好看。三哥要是喜欢，我可帮忙从中牵线。这位可还待字闺中呢。这等凶神娶回家中，万一吵架，第2天睡醒都得摸摸脑袋掉没掉。三哥此言极是，我听说他爹最近满朝给他找婆家呢，可惜各家公子无一敢与之结亲。要我说啊，今天说不定就是来求陛下赐婚的。陛下驾到！三皇子夜宵游历天下，回归唐安，即日起许其单独开府，养私兵3000。兼朝堂议事之权，并赐婚平北侯梁承恩之女梁晴。臭小子，让你跟你老爸我耍脾气，让你偷跑。儿臣夜宵谢父皇恩赐。微臣梁承恩、梁晴谢陛下恩赐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何事？臣要参三皇子夜宵，他当街行凶打残靖王之子，请陛下惩处三皇子。这是大哥属下，莫要说笑。朝堂百官都是父皇属下，与我何干？被你买通了。你不要胡说，我怎会如此行事？总不能是投靠靖王了吧？那可真是太愚蠢了一些。你们在那里说什么呢？夜宵，
展鹏飞参你，你可有辩解之言？这位大人，若是按你所说，我见到叶星元当街行凶，理当如何？当时叶星元可未必是行凶，或许是有缘由。三皇子便是出手制止，也不该当街将其重伤，理当送至官府，再移交宗人府处置。收了多少钱？什么？我说你收了别国多少钱？在此故意混淆视听，岂有此理！三皇子怎能血口喷人？我展鹏飞生于大钱，长于大钱，魔受皇恩，岂会收取别国银钱？展御史，你若不是收取他国银钱，怎能说出如此无君无父之话？我说什么无君无父之话了？展鹏飞，叶星元是皇室宗亲，我父皇亲侄儿。他于城门处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贫苦百姓，脚踢百姓幼子，意欲刀残百姓肢体。如此恶劣行径，一旦传开，百姓必然人人视我等皇亲如猛虎，百姓离心，天下动摇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展御史难道不懂吗？我若当时不给予叶星元惩戒，将其带至宗人府，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，百姓如何知晓？百姓不知晓，我大前皇室欺压百姓之赃名如何洗刷？万千众人口口相传，等到宗人府处置完毕，只怕已经传遍天下。敢问展御史，到了那一步，该如何澄清？百姓不敬皇室，怨恨皇室，乃是动摇国本之大事。你说我不该当着百姓之面将其惩处，岂不是让我皇室声威扫地？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世受国恩，却不知维护皇室，不是无君无父是什么？展鹏飞，你可知罪？这般男子，才是我心之所属。启禀父皇，儿臣自辩完了。臣绝无三皇子所说那等无君无父之想法，还请陛下明鉴。起身吧，朕知道你并无此心，只是下次注意便是。诸位可还有事？若是无事，便退朝吧。父皇，听说三弟要组建司军，儿臣建议父皇允许三弟去神武院中，有愿意追随三弟者，可使其入三弟府上，如此一来，方能快速形成战力，护卫三弟。小儿，你怎么想？二哥好意，我自然不好拒绝。好，朕许你入神武院挑选30人，凡有愿意入你府内之人，尽可收下。退朝。周统，你说老三去神武院，能挑选到足够的人手吗？这奴才可不知道。朕让你说，只怕是有些难。神武院之人，哪个不是渴望建功立业、封侯拜将？入了皇子府，虽然清贵，可是却断了未来之路。这些人哪里会愿意？咱们拭目以待。去，传话神武院，叶宵若是去了，不必照顾。朕倒是要看看他凭自己本事能不能带走神武院那些心高气傲之辈。见过三殿下，我是梁晴。请。三殿下，今天二皇子是故意给你下套。神武院中，但凡有些心气儿的，都不会选择成为皇子府的私兵。他说让你去挑选愿意追随你之人，只怕一个都不会有。我知道。那三皇子是想好应对之策了？当然。三皇子似乎很有雄心壮志啊。当然，我回京都，便是要夺储君之位。不知三公子打算如何争夺这储君之位？我不在京都多年，与朝中大臣并无交集。
朝中官员只怕早已投有老大、老二和老四，我要与他们相争，便不可着眼于朝堂。我打算以这3000私兵为基基，着眼军中战功，累蓄实力，以得大位。军中起家，势必手握重兵，三殿下就不怕引起陛下猜忌？哈哈哈！你猜我那位父皇为什么赐婚你我二人？皇家呀，每个人都有800个心思。我那位父皇早已猜到我要走的路，所以呢，他给我找的弼助也是军中将领。同时呢，他也是在告诉我放手去做。我若这点都看不透，行事畏手畏脚，还谈什么夺嫡？世人传言良情姑娘心狠手辣，屠戮数10万人。我想知道，咱们若是吵架，你会不会半夜割了我的脑袋？怎么，三殿下怕了？你若怕我，大可去找陛下退婚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一想到我未来的妻子枕边人手上有数10万人命，我这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。果然吗？可是，作为大前皇室，作为大前百姓，梁姑娘所作所为，叶萧深感钦佩。敬佩什么？敬佩我心狠手辣。我敬佩姑娘为我大前战阵斩敌，敬佩姑娘为我大前背负恶名，敬佩姑娘为我大前忍受委屈。唐安城的男人不敢娶姑娘，我敢。从今日起，承蒙姑娘指教。苏雨，你跟大皇子走的好像有些近，明日起我会将你调离唐安，外放几年。父亲，之前您不是说可以跟大皇子稍微走得近些吗？大皇子本是嫡出，其母为后，外戚无权，为人虽略显优柔寡断，可以我对陛下的了解，陛下大概率还是倾向于将其立于太子，所以我许你跟他稍近一些。那现在有何不同？有何不同？不同之处大了。三皇子回来了。三皇子回来了又怎么样？他离开唐安多年，便是回来，在朝中一无势力，难道还能斗得过其余几位皇子？那孩子不一般，虽离开京都多年，身上草莽气息重了些，可其一怒有帝王之威。今日于大殿上呵斥展鹏飞，其威其势皆远胜其余皇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昨日回城，今日便得赐婚封赏，可见陛下对其颇为偏爱。纵然其根基浅薄，可是只要假以时日，他表现出真正的能力，这太子之位是谁犹未可知。我知道大皇子对你颇为优厚，你也不愿远离京都，可是朝堂争斗不能感情用事，必须步步谨慎。如今你留在唐安城，便可能被大皇子利用对付三皇子，而你若贸然与大皇子切根，又会得罪大皇子，唯有将你调离唐安才是最稳妥的。父亲，就一个三皇子，值得如此吗？万一他是个绣花枕头呢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他要去神武院挑人，神武院之人大概率不会选择追随他，到时候他就会成为唐安城的笑话。不如再看看也不迟。父亲，二弟说的有道理。那叶萧刚刚回唐安，便得陛下如此恩宠，必然成为其余皇子眼中钉肉中兔。他又伤了靖王世子，其立足未稳，根基欠薄，如此树敌，说不定都活不过几天生面。不如再看看。父亲大人，还是再看看吧。那就再看看。不过为父这双眼睛阅人无数，那三皇子今日殿上极其自信，我跟你们打赌，此人定可从神武院带走一些人才。听说了吗？三皇子回来了，昨天在城门口打断了叶兴元的腿。你说为什么？那叶兴元欺压百姓，被三皇子抓个正着。我就在现场，那是真解气呀！三皇子先是一顿大嘴巴，给其打得满地找牙，又给他2个膝盖都踹碎了。我偷偷近前看了一眼，都变形了，以后绝对是废了。小姐，这三皇子也太莽撞了，好歹也是靖王世子，皇室宗亲，就这般将腿打碎，只怕是后患无穷啊！你这丫头还怪操心的，赶紧喝完茶回去，家里账可还没理完呢。殿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叶萧无视法度，肆意伤人，与那叶兴元有何区别？都是一丘之貉。而且据我所知，那叶萧在朝中人望极差，此次回朝，陛下许其组建私兵，入神武院挑选人才，只怕神武院的天骄无一人愿意追随这等人。这人是谁？为什么故意散播对叶萧不利的消息？
见过三皇子，奴才是府中管事陈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您吩咐就是。你可以走了，府里没有你的位置。老奴有何罪过？您责罚便是，求殿下不要让老奴走啊！我说，你可以走了。今日起，府内大小事宜皆由柳儿负责，任何人胆敢违逆，柳儿皆有权处置。何叔在外院挑个房间住下吧，有事我会喊你。谨遵殿下之命。百姓的敬仰，亦可以汇拢人气。如果没有人皇鼎辅助，我自己修炼想要突破，最起码也得3个月。看来提升自己在百姓之间的声望，也可以获取人皇之气啊！这样一来，我又多了一条变强之路。老奴真的没有惹那三皇子啊！可是他入府第一件事就是把老奴赶出来，老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呵呵，老三倒是还挺警觉，不过啊，也就是这样才有点意思。若他真是一个废物，岂不是太无趣了一些？你说，叶宵能不能从神武院带出人？老奴不知。既然不知，那就赌一赌吧。如果老三从神武院1个人都带不出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；如果老三带出5个以下，我要你一只手掌；如果老三带出10个人，我就将你大卸8块；如果他带出20人以上，我就将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听说了吗？三皇子组建司军，陛下选其入神武院招人。当然听说了，不过院长不是说得咱们同意才行吗？你打算去？算了吧，成了三皇子司军，整日闷在京都，哪有机会建功立业？那孩子回来了，不打算帮一把？不帮？那小混蛋，当年我想要收他为徒，却被他拒绝，现在想想都是来气。哼，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啊。神武院本就是皇家直属，陛下一句话你就得乖乖交给他，何必拜师？再者说，他那天资，你能教他什么？哼，如今陛下可是传来口谕，对他不必照顾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他是怎么把这些一心建功的年轻人带走。叶宵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萧院长，你们这大门年久失修，才略微用力，便坏了。叶宵，这件事情我会去告知陛下。萧院长，多年未见，告状倒是愈加熟练，不知道培育出来的弟子，是不是也都是这般御赐的告状？叶宵，你最好放尊重些。我啊，小时候也觉得神武院很了不起，可是这出门在外呢，也见了些世面，却又觉得这神武院培育出来之人就那么……叶宵，你可敢一战？可以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要开府，需要一些人手。你要是打输了，那便给我当个家仆吧。哟，原来打的是这般主意，故意激怒我等，好与我等赌斗，将我等收归门下，真是好算计。赢了可将人带走，输了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子不成？还行，有点脑子，没少透气，用着应该不会误事。这是10万两银钱，我叶宵今日在此挑战神武院所有人，修为限定为运气境9品，修为不足运气境9品者，我可将修为压制到与尔等相同。你们可任意选择尔等擅长之战技种类与我比斗，我亦会使用同类战技。凡赢我之人，我立刻滚出神武院。怎么，还是无人敢来吗？10万两银子，神武院之荣誉，你们都不在乎，那还练什么武？还想什么建功立业？
不如找个水池趴里当缩头乌龟算了。我王虎擅长拳法，你可敢与我比拳？好，萧院长在此便做个裁判吧，他们也可尽力施发，省得打输了找借口。可以，记住了，尔等既然挑战，便要全力施为。有我在此，不会出事，万不可留手。王师兄曾拳臂能武，实力绝非寻常，这个夜宵肯定挡不住王师兄3拳。神拳营都尉压制修为，都奈何不了王师兄，我赌就1拳。怎么可能？王师兄竟然输了！你也会练武拳？10岁那年练过几天，你的猛虎运也杀意不足。你若想要提升，神武院武库7楼第8个书架有一门卧虎武将，对你而言应有其效。今日起便为3殿下马首是瞻。行了，下一个吧。宁安府孙晴，请3殿下指教执法。宁安孙家以星月指闻名，看来阁下便是孙家传人了。正是，那就来吧。不愧是家传战技，孙晴这招漫天繁星火候颇深，着实是下了功夫的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会星月指，还修入明月镜？孙家这门战法是入了皇宫武库的，小时候也练了几天。我苦练10年。你怎么可能只练了几天就到如此境界？人与人是不相同的，或许你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可是，在有些人面前，你的努力会显得无能为力。属下孙晴，拜见3殿下。神武院刘明天向3皇子讨教枪法，神武院邹山向3皇子讨教刀法。3殿下，您到底会多少种战技？皇宫武库藏有1375门战技功法，我12岁尽数贯通。神武院又有功法战技512门，我14岁进步学会。自此离开唐安，游历天下。如今我会多少种武技，我并未数过，但是3000种以上，必然无疑。3皇子莫不是说笑？岂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？这话并非说笑。当年我曾教导过3皇子一段时间，任何武技从未见过3皇子学习超过2天时间的。只是3皇子之事被陛下定为机密，不许外泄，否则早已传遍天下。怎么，没人挑战了？若是真无人挑战，那便到此为止吧。3殿下，在下柳长风，愿追随殿下。在下吴成，愿追随殿下。在下焦大海，愿追随殿下。愿意追随我者，跟着走便是。3殿下，陛下可是说你只能挑选30人？哈哈哈哈！萧院长，父皇许我挑选30人，可没说不许其他人投附于我啊。诸位即愿追随我夜宵，有几句话在这里我要说清楚。我夜宵行事从不瞒人，我此次回来便是要谋求太子之位。我见思君并非为了护卫，亦不为排场，只要成军便要建功立业，将来争斗不在少数，战场之上生死由命，不敢保证。诸位若是怕死，自可现在离开。3殿下，我神武院之人，或许能力有高有低，可绝无怯懦怕死之辈，绝无怕死之辈。这才是我心中神武院弟子。人之能力或有高低，可现场诸位绝无懦夫。这小子要干嘛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当持剑斩敌，建功立业。我辈武者，功名剑上取，富贵军中求。今日起，便由我夜宵带领诸位兄弟斩将杀敌，留名青史。诸君可愿？我等愿意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功名，便在刀锋之上，生死之间。大前勇士尽可随我离开。今日共游唐安，以留佳话。他日黄泉相见，不负荣光。
孽呀！陛下就让他挑选30人啊！叶宵，我这就去找陛下，你给我等着！白眼呢？你若想阻止，早些开口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你刚才怎么不出声？就你有嘴，信不信老子给你穿小鞋？我若年轻40岁，今日怕是也跟出去了。那小子好一手鼓动人心的本事，年轻人有些豪情血气，不是坏事。人数太多，他吃不下的，陛下也不会把这些人都给他。不重要了，这些弟子今日后便是他的人了。不过啊，我现在得去皇宫里告状了，这流程还是得走一下。殿下，叶宵领上千名神武院弟子巡游，城中百姓夹道相迎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跟着他？该死！本想借此机会败他名声，反而还被他借机扬名。殿下莫要着急，事情到底如何，犹未可知。难道还有转机？当然，首先，陛下让他去神武院招揽30人，可如今神武院弟子几乎尽数相随，这便是有违圣意，陛下必然不喜。三皇子纵然借此扬名，可长远来看，未必是好事。继续说，三皇子如此高调，无论是大皇子、四皇子，内心都会将其当做第一目标铲除。他不过刚回唐安，根基未稳。三皇子引着千人游街，总得有个事情去做。若是虎头蛇尾，只怕最后反而适得其反，传为笑谈。所以殿下不必着急，再看看不迟。真的是讨厌，每天都要处理政务，朕的这些儿子就没有个成器的。否则朕早就当上太上皇，游山玩水去喽。启禀陛下，神武院院长萧千素在殿外求见。哟呵，老萧来了，看来是朕的儿子去了，不知结果如何，快让他进来。陛下，我是个武夫，没那么多弯弯绕。您要是想给三皇子人手，就直接许其挑选，何必非要让神武院弟子自愿追随？您那位好儿子今天可是好大的威风。萧院长，我那逆子又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您那位宝贝儿子为了故意激怒神武院弟子，直接将神武院大门踹飞了。老臣还要不要点脸面？要不是看在陛下您的面子上，但凡换个人，哪怕是摘星阁的老怪物，您看我杀不杀他？萧院长放心，此事朕定会训斥那逆子。至于神武院大门，朕也立刻着工部翻修。翻修？这是翻修的事情吗？臣话还未说完，您的儿子把整个神武院内弟子都给拐了出去，如今正在唐安城大街上巡游呢。你说整个神武院弟子都愿意追随萧儿，陛下很开心？没有，萧院长想什么呢？朕怎么能开心呢？陛下，您可是就让他挑选30人，现在神武院弟子已经都被他拐走了，今年如何给各部分配？萧院长放心，朕不会给他太多人手的。一会儿朕便宣那逆子进宫，这些弟子大多还是会回归神武院的。不过真说起来，近几年战事不断，神武院扩充之事亦可提上日程。这样，朕许你于大前境内挑选7处位置，建立神武院分院，招收人才，培育后交由兵部进行分配。多谢陛下，臣这就告退。大门之事也不用公布，我回头找2个神武院弟子修缮下即可。周统，去传夜宵进宫。奴才遵命。陛下怎么突然准许神武院扩张了？之前不是一直不许？以前朕总是琢磨如何能限制神武院一系，可是啊，不管朕如何限制神武院的人数，不管朕如何将其分化至军中各部，可是该有的照应还是会有。神武院弟子依旧把持着许多军中要位，军中职位其实就如这杯中水，是有定数的，无论如何超不出茶杯。而神武院弟子便是杯中茶叶，这些茶叶少了，便会肆意吸收杯中之水，风韵自身。可若是满杯皆是茶叶，那便不同了。等到各处神武院建立完毕，朕却让各地军官定期轮换进入神武院学习，既可提升战力，又可让这神武院的身份彻底烂大街。到时候人人都是神武院弟子，我看他们如何抱团。叶宵那小子不愧是朕的儿子，居然可以鼓动整个神武院弟子，有些手段，不错。不过啊，这出游终点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是选不好，那可真是虎头蛇尾，让朕失望。大前立国1000年，无数忠勇之辈为国捐躯。我叶宵身为皇室子弟，率一众大前儿郎前来祭拜，望先烈英灵佑我大前儿郎。我大前三皇子叶宵在此盟誓，
愿以微末之身护我大前百姓，护大前国土，以身为国，百死无悔。鲜血染龙旗，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！若有相随者，尽可前来。神仙显灵了！快看，永烈祠内有东西出来了！我王虎愿誓死追随三殿下，鲜血染龙旗，护我大前，百死无悔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我焦大海愿意追随，我琉璃寺愿意追随，我等愿誓死追随三殿下。三殿下，三殿下！三殿下，陛下让您入宫觐见。我这便过去。王虎，我现在要入宫，你将我今日选中之人留下，尔等一同将龙旗送回我府上。诸位兄弟，父皇传唤，我先行一步。今日盟誓乃我夜宵人生幸事，无论我等身处何处，莫忘今日之誓言。愿诸君鹏程万里，前程似锦。殿下辛苦了。要为人主，这行事所为变得有些板眼，终归不能肆无忌惮。只是没想到，今日人皇鼎会引动异象，助我一臂之力。那异象是人皇鼎引动，我还以为是殿下您被永烈祠的英灵认可呢。发个誓就被认可了，哪里有那么容易？那龙吟也罢，金光也罢，都是人皇鼎引动。人皇鼎与殿下本就一体，若非殿下今日所行所为引动人皇鼎，也不会引发那些异象，所以还是殿下引动的。就你机灵。少爷废弃修为，转修大眼黄极功，融合人皇鼎，如今看来，终于有了一些收获。也该有些收获了，否则我不是白白自废修为。只是可惜了少爷那么多年精修的真元，若是换个人，只怕没有少爷这般魄力。其实以少爷之天资，便是不修这大眼黄极功，将来也必然是天下1等1的高手，何必冒险？我这人啊，最是好强，既然要做，就做到最强。可是大眼黄极功修炼出的真气却能压过大智元功，那就应该不弱于这2族最顶尖的功法。这看着不大的差距，或许就是未来的天堑。10几年修为罢了，不亏。殿下10几年修为，说得轻松，可人生有几个10几年啊？这般决断，老夫甚是钦佩。何叔，一会儿去通知孟烟，让她晚上来见我。知道了，少爷。那狐妹子估计要想死殿下了。谁叫我生的这般帅气，怪不得别人。殿下好厚的面皮。我说错了？那倒也没错，我家殿下自然是玉树临风。再换个词。气宇轩衡。还有吗？再多说点。温文尔雅，仪表堂堂，风华绝代，才貌双全，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。好啦好啦，我记得我离宫的时候，还不是你伺候在我父皇身边吧？是的，我那时候是跟着于公公的，后来于公公告老，我才成了陛下身边的人。
于公公可是个好人，只是以他的修为，便是年纪大些，也不该告老吧。那奴才就不知了。皇宫大院隐秘无数，也伴随着无数的争斗，新旧交替，不可避免。这位三皇子似乎比别的皇子多了一份轻松自在。这皇宫里啊，规矩就是太重，着实无趣。这些下人没遇到过三殿下这般和善之人，难免紧张。呵呵，你是想说他们没遇到我这么不守规矩的吧？殿下不要误会，老奴万不敢有这般想法。问你个事儿，我不在宫里这些年，有没有人欺负过我娘和我妹妹？这宫中生活都是循规蹈矩，老奴多伺候陛下，这后宫之事着实不知。但是想来有规矩压着，应当无人欺华妃娘娘和云梦公主。我知道了。你这逆子！朕让你去神武院选30愿意追随你的弟子，结果你把整个神武院的弟子都给弄走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朕问你，你要干什么？怎么，人家愿意追随我，你眼红？哼，眼红？朕乃大前之主，大前子民皆是朕之臣子，朕需要眼红你？您老人家现在是皇帝，自然如此。不过你年轻时候能引动如此多的神武院弟子追随吗？自然不能。所以是不是感觉你儿子我很厉害？你今日所为固然扬名，可这般行径未免过于高调，只怕要对付你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去给我把那凳子拿来，站着说话好累。去给他拿过来。不错，这圆凳还是软垫包裹的，坐着挺舒服。哼，这可是朕让人改的，好让那些被赐座之人舒服一些。你先下去吧。遵命。你太高调了，也太激进了。这样一来，你那几个兄弟都会针对你的。唯唯诺诺、虚与委蛇不是我的风格。我啊，喜欢站在光明之下，不喜欢躲在阴暗之中。他们有手段，尽管施展就是。多余的人手退回神武院，各部还要分配，不能都给你。已经让他们回去了。关于你的亲事，怎么想的？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儿臣感激涕零，无比满意。真的？当然是假的。我就问问你，你会不会娶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入宫？然后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圣旨已下，自然要娶。良情于大前有功，他已经受了许多委屈，我若不娶，岂不是更让他难以自主？你倒是有些担当。天地异象这事情，他是怎么办到的？摘星阁的灵师和镇抚司密敌都已经去了，没有查出端倪，似乎真的是天地异象。不可能，那小子今天去神武院，摆明了想好一切，他每一步都算计到了，怎么可能最后的异象是巧合？那需要派人盯着三皇子那边吗？不需要。孩子大了，有点自己的隐秘很正常，但是事情出了，你们查不出来，这就让朕很失望。讲不讲理？盯人不让盯，查不出来就怪我们，是臣无能。下去吧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遵命。小儿啊，朕是越看越顺眼，有威仪，有手段，亦能鼓动人心，有人主之姿。唯一可惜的就是行事有些急躁。朕本想着赐婚良情，迷惑老大、老二、老四，替他消减一些压力，可他今日却在众人面前说要夺嫡，又引动永烈祠异象，只怕他这名声又要传遍唐安了。陛下若是如此看好三皇子，为何不直接使其为储君？大前之主肩负天下，如今人族之中有楚夏2国与我大前为敌，蛮腰2族虎视眈眈。若是选个能力差的，一步踏错，兴许就是亡国灭主之祸。虽是手足相残，可也是他们磨练自身丰满羽翼之计。只有经历了这一遭，才能真正选出我大前雄君。纵然朕对其喜爱，也绝不会感情用事。
梦嫣见过殿下，好久不见。梦嫣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殿下。说说吧，这1年时间，你的成果如何？这1年时间，按照殿下的吩咐，我来到唐安城，主要招揽下九流之人。眼下手下有说书先生34人，卖唱的有52个，另外还有5个戏班子，加上19个唱魂腔的。为了保证收支平衡，我还开了5间衣布行。殿下给了我3万两银子，目前账上结余13万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给殿下办事，奴家心甘情愿。殿下，奴家真的好想你。你和柳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早晚会给你们一个名分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要比他地位高。凭什么？我可是帮殿下赚了许多钱，还招揽了那些下九流的家伙，我可是立了大功的。你凭什么盖我一头？就凭我跟殿下时间长，将来我还能给殿下生儿子。都是女人，生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不会？我能生2个，我生5个，我生8个。都给我闭嘴！先别想那么多，万一夺嫡失败，咱们3个都被砍了脑袋，那可真成了笑话。跟殿下一起砍脑袋，奴家也是开心的。这样，明天回去之后，就让那些说书先生、卖唱的还有戏班子去往唐安周边城镇村屯，以表演的方式给我宣扬今日之事。无论是武道天赋还是天降异象，有多夸张就说多夸张，尽可能将此事传扬开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办妥此事。这般重要的事情，他应该今晚就回去。殿下都让我留下，要你多嘴，赶紧睡觉去吧。今晚上殿下我自会照看。殿下，咱们早些休息吧。听说了吗？那3皇子武道天赋近乎恐怖，才20多岁，已然精通数千种战技。真的假的？就算一天学一种，那也得10几年啊！当然是真的，要不然你以为那3皇子能收服那么多神武院弟子？你昨夜未睡，怎么这般没有精神？昨夜于棍法一道有所领悟，所以彻夜苦练，直至天明。难怪殿下精通数千种武技，看来除了天资不凡，亦是下了大功夫的。那是自然。不过你说的那个严泽，真的会愿意入我府中？不知道，严泽本是定州出身，与我父亲有些交情。后来因上官贪面军粮，一怒之下搏杀了上官，之后主动投案，陛下夺其官身，贬为庶民，并且判其流放5年。后来被我父亲接来唐安，给置办了一处院子，现在以开办武馆为生。定州火风营便是他的手笔，此人无论带兵练兵还是战阵指挥，都堪称一流。我父亲说他胸中热血未冷，你若能将其收入麾下，于你可练出一支精兵，于他可重展心中抱负，对你们2人都是好事。陈武又偷懒，你没用力当我看不出吗？刘大力，石锁再加30。王小四，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你，劈刀的时候要出全力。你连续3刀偷懒了，加300刀。严叔叔，我来看你了，我给你买了许多熟食。来就来吧，还给我带了吃的干嘛？你这丫头可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最近可找到婆家了？上回你爹来可是跟我大倒苦水，说你怕是嫁不出去了。严叔叔确实找到婆家了。哈哈哈哈哈，就是这小子是不是？别说，还真是人模狗样的，长得比我年轻时候也差不了多少。那小子，你姓什么？你爹是谁？我爹叶尊。叶尊，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？他娘的好像就在嘴边，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算了，是谁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你小子牛，敢娶晴儿这杀神，老子佩服你。严叔叔，我这是又说错话了，我这张嘴啊，老是得罪人。严叔叔，陛下赐婚，他是我未来夫婿，大前3皇子叶萧。我靠，你爹是皇帝？我说怎么嫁出去，原来是赐婚。严叔叔，可是觉得我刀不利索？我错了，你别动手，这院里可都是孩子。陛下赐3殿下3000私兵，缺个领兵将军。我去，我懂。
只是该说不说，刚才这丫头散发的杀气，着实有些瘆人，汗毛都立起来了。三殿下，太好了，严叔叔答应了。看来父亲说的果然没错，严叔叔心中热血未冷。呵呵，不答应估计就真凉了。严将军，既然说定了，那明日便去府上吧，我正好有些话要交代。好。这小子是个狠人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殿下，怎么这般看我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未来夫人颇为厉害。殿下又取笑我。我15岁随父亲第一次出征，第一次见到边关的雪，整片戈壁都是白的。你15岁便上了战场，倒是比我厉害得多。殿下若有兴趣，日后可同我一道去边关看看。那便一言为定。怎么样，叶心柔什么反应？他已经去找三哥报仇了。这就对了，叶萧那个野种回了唐安城，若是肯老老实实当个清贵王爷也就罢了，还敢与我儿争锋。这次那叶心柔去报仇，我看他如何应对。叶萧，你不顾同宗情谊，断我哥哥双腿，我要与你生死斗。你哥欺压百姓，罪有应得。你向我挑战，难道晋王家子弟该肆意妄为不受惩罚？我哥哥自幼对我极好，你断了他双腿，他生不如死，没人愿意见我。陛下赐婚，他是我未婚夫，你敢拦他进行生死斗，到底把没把我放眼里？要不你就和我打。女人图，良晴姐姐，你欺负人！太牛了，吓哭姑娘。这些人好像很怕你啊。没办法，一般人有几个不怕我的呢？他们虽然怕你，可是心中也都知道你做的是对的。或许吧。对我来说，他们怎么看其实并不重要，毕竟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，无关之人的想法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，否则当初我就不会痛下杀手。只可惜我还是不够狠，若是连老幼妇孺都尽数斩杀，更能削弱楚国军力，这或许就是妇人之仁吧。你若真是如此狠辣，只怕我也不敢娶你。斩杀妇孺老幼，便是我也下不去那般狠手。见过殿下。我欲组建司军，名为金陵卫，以严泽为主将。这位从今天以后就是金陵卫主将，以后军中事务皆由他负责。孙晴任军中主簿，负责各处账务开销，账本核实，我会定期派人核对账目，务必不要出了岔子。王虎任副将，负责协助严将军处理一定事务，以后军中任何事务必须呈书面文件上报。是。接下来的招兵，包括去兵部备案以及买地，都交由你来负责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这一本是金陵卫装备铸造之法，另外一本是金陵卫训练和阵法，严将军可回去研习一下。少爷，这位严将军似乎有些不开心啊。很正常，他自己对练兵有着一套自己的理解，自然不会愿意别人插手干涉。即便我为人主，可是假如你做饭的时候
我限制你放唐盐的数量，你是不是也不开心？确实，那殿下为何还要干涉他？可那是2本天下顶级大厨的菜谱啊。金陵卫是我第1支兵马，其战力高低极其重要。你放心，只要他看了那2本书，所有的不开心都会烟消云散，甚至会对我有所感激。哦，殿下，可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，殿下对那严泽是不是限制太多了？我刚才从一旁听着，都感觉到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得见到经过殿下。柳儿，我以后的下属会很多，我不能判断每一个人到底是好是坏，人品高低优劣，我也不可能去挨个跟这些下属建立情感。所以呢，规矩很重要。这些规矩能够让他们的行为在限制范围之内。比如我让孙晴担任主簿，就是为了监督财权，而且我就是要明着告诉严泽，有人在监督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觉得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？那我问你，你觉得贪官多还是清官多？贪官多。那为什么贪官多？不知道。大帝还是因为觉得自己贪了，不会被发现。尤其是越偏远的地方，往往就越是天高皇帝远，越是肆无忌惮。其实扪心自问，如果我易地而处，我能100%不贪吗？或许我也做不到。所以啊，谈什么人品，谈什么道德，都是扯淡。唯有监督和足够完善的监察制度，才能减少这种情况。我不觉得现在的严泽会贪，可是如果始终不加限制，大量的银钱流水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捞1年、2年、3年、5年之后，他还能保持这种想法吗？那不是信任，而是诱惑。谁也不是圣人，我也不要求别人是圣人。所以啊，有些事情做在明面上，效果是最好的。这辈子真是没受过这种鸟气，带个兵，财权、任免、战罚权都在他手里，现在怎么练兵还要教我？小崽子胎毛都没退，也教老子练兵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！如果效果真有这书中所言训练出来，堪称天下第1强兵也不为过。严泽，你个狗脑子！三殿下这般珍贵练兵之法都不吝啬，你还偷偷骂三殿下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真是福祸相淡，人生难测。虽然自费修为让我多年苦功化作乌有，可是重修一次，躯体重新强化，这根基夯实了不知多少。必须赶紧突破至天元境，只有这样，皇级真气的威能才能真正得以发挥。少爷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，严泽将军在门口负荆请罪呢。啊！负荆请罪，这家伙干什么了？没必要弄这么一出。殿下人好，你便是犯了错，也总不至于砍了你的脑袋。不，我要等殿下出来，我要给他赔罪。赔罪也不用这样，我说实在的，挺丢人的。你懂个屁！这是我的诚意。那你继续。哎，你个老瓜皮，自己倒是会来事儿。哼！严将军，出了什么事情？殿下，我严泽吃了猪油蒙了心，昨日回府，怀恨殿下插手训练兵卒之时，还骂了几句脏话，
看到殿下所赠金灵卫训练之法，才知是我心胸狭隘，特来负荆请罪。殿下，这人怕不是脑子不正常，他真的能带兵吗？应该没问题，我查过，这家伙打仗鲜有败绩，屡立战功。恳请殿下用此鹰条责罚于我，否则我心难安。严将军，还是起身说话吧，这点过错不算什么，我原谅你了。不，恳请殿下责罚。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就替殿下好好练兵。这位是，这是我之妾室柳儿，现在负责管理府上一应事务。殿下居然敢纳妾！我为何不敢纳妾？殿下高明，趁着没完婚之前纳妾，等良情入府也清算不得，厉害！严将军不必如此，只要你尽心给我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金灵卫就好。快些起来吧。殿下放心，我定将金灵卫练成大前第一上军。听说了吗？三皇子开始招募私军了，军饷比普通兵卒高不少。我家那小子死活要去，拦都拦不住。咱寻常百姓平平安安不好吗？是。殿下给的内功法太强了，配上足够食物，这些孩子不出半年便可形成战斗力。让他们好好练，不要偷懒。所有人集合，每人先举石锁500。小崽子们肉吃完了，不给老子卖力气，扒了你们的皮！殿下天资当真了不起，开天门引动这般巨量天地元气，结合而成的罡气必然强悍至极。开天门而已，不至于吧？怎么回事？不能这么下去！终于突破了！不愧是殿下，这突破的动静是真大。不知二哥找我和大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唐安传言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人家这名声啊，回来不到1个月，比咱们3个加在一起都强。然后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无非就是联手罢了。你我3人联手，先将老三排挤出去。二哥这是做好了准备？当然。再过7日，便是皇后寿辰。咱们准备几个年轻高手，寿宴之上，借着皇后之口，提出比斗，当众落了他的面子，毁了他营造出的名声。哥，你这府里给我留个房间，有空我就来住。好。父皇对哥哥还是好啊，这府邸比我的公主府可是大多了。我不在唐安这些年，你和娘过得怎么样？没人欺负你们吧？没有啦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
那就好。哥，我进入摘星阁了呢，现在也是灵师喽。娘亲她那天绣了一副鸳鸯，结果比鸭子还丑。我最近也在练女红呢，过段时间我给哥哥绣套蟒服。云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我要当皇帝，我要争那个位置。老大和皇后第一个容不下我，我们之间早就是不死不休。你和娘也一定会被他们盯上，你越忍，他们越觉得你好拿捏。有事不告诉我，不是在帮我，是把你们自己变成他们威胁我的刀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些年，皇后可曾欺负过你和娘？哥哥自幼便被父皇偏宠，早已引人眼红。哥哥性格强硬，你在宫中时，无人敢欺辱我们。可你走后，父皇便少来母妃宫中，我们日子便不如以前。尤其是你走后第3年，眼看你久久不归，皇后一天来母妃宫中，假意让母妃看她的镯子，结果那镯子本身便是碎的，只是用胶粘住。母妃接过之时，她故意推动母妃，致使母妃身形晃动，手镯直接断裂。她便借故发难，挥掌打了母妃，还借故扣了母妃宫中用度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母妃便总是遭其针对，直至我最近2年展示出灵师天赋，才好一些。杨离，哥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皇后是后宫之主，是天下之母，你也不是小时候了，现在做事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呢。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人手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儿臣已经说动了禁军龙翔卫独统赵传之子赵勋，若是老二的人失手，他就会出面挑战。今日寿宴是要落那夜宵面子的，可别再失了手。我可不想看其在我寿宴上出风头。母后放心，赵勋20出头已是天元境6品，而夜宵去神武院挑战时，连天门都未破。只要不限制修为，他绝无胜算。老三这些日子故意放消息，吹自己武道天赋，可他24岁，连天元境都没入。今日赵勋若当众拜他，他苦心经营的名声便全毁了。你光说老三故意夸大其词，你就是太老实了。你要是有他这般忽悠人的本事，老二老四早就被你踩在脚下了。老二呢？他准备的是谁？还有老四，你们不是一起商量的？儿臣还真不知道，只是老四说他并无高手。哼，老四这点弯弯绕的心思，跟他娘一样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明明你们3个商量此事，他却一点力都不出。他自来如此，若非有点文道名声，父皇哪里会让他上朝？算了，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，今日为娘便要看那好戏。夜宵那个臭小子，从小就让我讨厌。我记得小时候你一心只想玩乐，没想到这次回来，你倒是也变了。人都会变的，不是吗？你以前不是只想练武吗？只是可惜练了许多年，修为也不是太高，也就在外面忽悠忽悠那些平民百姓。能忽悠渔民百姓，也能忽悠神武院弟子。我就不理解，你不去找老大，把注意力放我这儿干嘛？你少在那里挑拨离间。那咱俩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今天晚上肯定得有人挑战我。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皇后寿宴，谁会没事挑战你？会，我名声刚起，可修为不过炼魂境，名声和实力不符，最容易被人盯上。这种场合，若有年轻天才当众拜我，我这些日子的声势就全毁。那我不就真成了一个只会夸夸词坛、忽悠别人的废物？我要是你啊，肯定得想办法联合老大给我下个绊子。我看过你长得到底是谁。算了，看不出来是谁，我就不猜了。你赌不赌有人挑战我？谁会跟你赌这种无聊的事情？二哥，我现在还叫你一声二哥。我呢，劝你一句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是天子，你们不是。跟我斗，没前途的早点放弃。我保你一生富贵荣华。天才，真是骗别人把自己都骗信了。老三啊，我听闻京都有个钱大夫治疯病特别厉害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诊费二哥给你拿，咱不能再严重了。3000两，足够了。嘿嘿嘿，够了，都够给我那群私兵吃好几顿了。谢谢二哥。我是给你看大夫的，我可没说要去看大夫。把钱还我！你想挨揍？陛
陛下驾到！见过陛下，皇后。众爱卿免礼。儿臣为母后寻了一只千年野山参，作为贺礼，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萧儿10年未归，寿礼可备了。哀家看过礼单，上面可没有你的名字。你若没准备，哀家可真要伤心了。皇后说笑了，寿礼我自然备了，只是礼太轻，怕皇后嫌弃，才没敢拿出来。你小子能给我准备礼物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萧儿多虑了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母后自然喜欢，怎会嫌弃？这些年我游历民间，尝过一种百姓吃食，虽上不得台面，却别有滋味。本想献给皇后，可又怕您嫌弃，浪费了百姓血汗，这礼还是不送了。萧儿不必担心，区民间吃食，百姓吃的，哀家自然也吃的。你若真有这份心，哀家定会吃下。臣的寿礼便是民间美食臭豆腐，此物虽臭，却是百姓血汗所成，还请皇后一定吃完，莫要浪费。哥哥回来了，没人能欺负我们了。陛下，吃吧，一骨一粒皆是百姓血汗，不可浪费。萧儿贺礼，本宫甚是喜爱。萧儿离京10年，想必本事见长，今日便与京都才俊敲磋一番，如何？父皇，寿宴之上，动武是不是有些不好？随你。怎么，萧儿若是不想打，哀家亦不强求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今天有人挑战我吧。既然说有人要挑战我，那就来吧。在下姚云天，请三皇子赐教。你的人，你不要乱说。听闻殿下拳脚样样精通，御前不便动兵刃，在下想讨教拳脚，请殿下赐教。好，这姚云天如今修为如何？天元境4品，那夜宵能打赢？三皇子几日不见，已然突破天元境，不过仅是1品修为。大智元阳功，陛下赐我大智元阳功，听闻殿下同修此功，还请殿下赐教。怎么可能？刘公公，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惊讶？没什么，老奴少见多怪，让皇后娘娘见笑了。三皇子既然只有天元境1品，这般修为让人有些失望。失望与否，交过手才知道。那就请殿下接招吧。三皇子只会躲闪，论身法，我自认不及你。你拳法有错，看好了。大日金锥，三皇子看招！此招大日金锥，劲锐骄阳长河，你尽力驱散，也配与我争锋。萧儿好拳法，来人，将姚云天送去御医处医治，赏银1000两。萧儿身手不凡，看得哀家心惊。谁还要应战？胜者赏1000年人参。赵勋，请三皇子赐教。这孩子在唐安城也算是年轻一代的天才了，不知萧儿能否胜之？三皇子能速胜姚云天，是因熟其功法，但赵勋修的是宫内无记载的清元宗绝学，青玉心绝不输大智元阳功。三皇子越级胜算极低。二哥，这般比斗也甚是无趣，不如你我兄弟2人赌上一手如何？我赌我能赢。夜宵，
这是皇后寿宴，你说什么赌不赌的？怎么，二哥没钱？那我可以借你3000两，不要利息。那3000两是老子的。今日皇后寿宴不拘礼数，皇后赏1000年人参，朕再加上1万两白银给胜者。既父皇经云赌斗，你我便赌一局，我们各出8000两，赢者尽数取子，一言为定。三殿下，请赐教。来吧。青天迷魂步。此乃青元宗绝学，配合青天大手印，威力极强。赵勋年纪轻轻，却极为精湛，此战必是一场恶战。相差5品修为，击败他不难，但若要成事，绝非易事。也罢，今日便让你开开眼界。武道，天心无相。果然是天纵之才，不过天元境1品竟然能摸到武道领域的边缘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好你个赵勋，切磋便切磋，你为何要吐皇后娘娘？陛下，犬子无状冲撞了娘娘，此事纯属切磋意外，还望陛下恕罪。都是些什么事情？交由皇后处理吧。快扶我回宫洗漱！二哥，8000两银子可别忘了，你若是今天不给，明天开始可要算利息的。老三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吗？说不定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。该死的夜宵，我早晚要他死！今夜摆10炉熏香，彻夜不息。是。都下去吧，刘同留下。朕问你，你不是说老三体内已经不是大日元功了吗？为何今天他催动的是大日烈阳罡气，还用出了大日金锥？老奴也不解，三皇子那日回宫，体内元气霸道刚猛，远超同阶元阳功，却绝非纯阳属性。可今日他竟催动出大日烈阳罡气，实在怪异。你为何不护住皇后？事发仓促，老奴未曾反应过来，请陛下治罪。朕看你就是想要老三达成目的，是也不是？三皇子是老奴看着长大的，惜他天资出众，斗胆迟疑，请陛下恕罪。更何况，陛下若是想帮皇后娘娘，也不至于让皇后娘娘吃下那肮脏之物。奴才斗胆，便慢了一些。呵呵，连你都对他高看一眼吗？那朕这个儿子还真是了不起呢。武道之路，你觉得他能走到哪一步？老奴不过井底之蛙，殿下乃是9天之龙，殿下能到哪里，老奴看不到。见其惊鸿一波，已然是人生幸事。去传华妃侍寝，找金饼1盘，绸缎10匹。大哥，今夜过后，老三的武道名声怕是要坐实了。你叫我上来，不是只想跟我说这件事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事情已经改变不了，咱们就不如帮他好好宣传一番，如何？好，明日之后，三弟便是大前第1天骄。我倒要看看其他人能否沉住气。星辰榜的高手，他是否接得住？唉，咱们这三弟啊，算是站稳脚跟了。不急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不是吗？听说三皇子昨日寿宴连斩2位高手，其中还有青元宗弟子，不愧是我大前第1天骄，连七宗弟子都轻松落败，未免太过夸大。他虽强悍，却从未登上天机阁星辰榜，称不上第1。他只是低调，星辰榜根本不值一提。天机阁榜单笼统天下武道高手，凡属有名有姓者，皆可上榜。榜单上每一个人都是同年龄顶尖好手。三皇子纵然天才，也不至于视星辰榜为狗屁。
相信我，三皇子面前，星辰榜狗屁都不是。酒买回来了，给你。喝喝喝，天天就知道喝。你要是少喝点酒，多去修炼，说不定早就重回星榜第一了。爽快，最是逍遥酒中仙。有这口酒啊，给个皇帝都不换。哥，你明明天资那么好，为什么不肯好好修炼？你就这么甘心被白灵素和那个慕寒压一头？哼，白灵素她是个屁。可是修炼又有什么用？再怎么努力修炼，打得赢慕寒？无谓的努力不做也罢。荣四爷，我们店铺门口，你去看看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情？前面来了几个泼皮。故意在店门口打翻了粪桶，还弄了2条恶犬，弄得无人敢进门。荣四的人呢？不在附近？在啊，就在街对面饭馆吃饭。我去喊，他们都不理我，怕是又想涨保护费。让店里的杂役去给荣四传话，说我请他来府上赴宴。可是小姐，荣四他可能对你心怀鬼胎。没事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好的，小姐。色迷心窍的蠢货。你以为拿捏住我一间铺子就能为所欲为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到几时。赵掌柜，我可想死你了！没想到啊，原来赵掌柜还是练家子。荣四爷，我呢是个妇道人家，只求安稳求财，但若有人断我生路，我赵梦烟不惜拼命相搏。赵掌柜。实话实说，我荣四呢看上赵掌柜了，每月陪我几夜，保你生意红火，不然往后麻烦不断。我呸！荣四，掂量掂量自己，想求财便按旧规办事，若执意逼我，我拿5万两买你性命。姓赵的，看上你是给你脸面，几万两就想取我性命，我西城每月进项上万，我的命哪是这般容易拿的？荣爷可以试试，反正我远走高飞，以后但凡赚到点钱，都花你这个脑袋上。好，姓赵的，算你狠！今日之话，当我没说过。咱们还按照以前的章情来。来人，给我收拾东西，所有贵重之物都收拾起来。小姐，刚才那荣四爷不是答应了以后还按原来办事？这种人的话你也敢信？我要是猜的不错，今天晚上他必定带人前来。这西城的铺子，咱们不要了。荣四对奴家起了色心，这城西的生意是彻底做不成了。荣四，有意思。我本打算调牛安来唐安，你却主动招惹。生意暂且搁置，等牛安到了，再好好收拾你。殿下，您是要扶持牛安进驻唐安？没错，3000人手远远不够，我要收拢更多心腹。还要专人打探各方情报，这些市井混混消息灵通，利弊相较，用处极大。殿下，牛安性情鲁莽，他来唐安恐会生出祸事。哼，放心，牛安看着鲁莽，可他精明着呢。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那我当初也不会救他一命。都听好，到唐安咱们要闯出一番局面，日后发达，我向主子求情，为你们洗白身份，谋个官职，光宗耀祖。大哥，咱们主子是谁？主子身份岂是你能打听？记住，主子的吩咐高于一切，谁敢以下犯上，我绝不轻饶。好！殿下，我这1年都按照你给我定下的日程修炼，没有半分偷懒。我那些小弟也都是严格按您说的做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在唐安新城混出个名堂出来，何全会去帮你。1个月内完成3件事：1. 除掉荣四
收拢西城下九流生意，约束手下，不许惊扰百姓，酿成家破人亡的惨事。3、每日搜集各方情报，专人筛选整理，定时送入府中。殿下您放心，有何叔帮我，那荣嗣保证死得透透的。行了，去吧。殿下，这家伙靠不靠谱？放心吧，他看着粗野，实则比不少少伪书生可靠。自古仗义多出自市井之徒。殿下似乎有些看不上那些读书人啊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的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高看他一眼？读书人能治国理政啊。可我看的是他们祸国殃民。我游历10年，大半官员勾结豪强欺压百姓，些许不贪变成清官，只做表面功夫邀功，官衙内裙带横行，动辄逼得百姓家破人亡。这般文人，我凭什么高看他们一眼？可其中亦有德才兼备、政绩卓著之人。当朝宰相苏明轩便是当世贤相，主张与蛮族通生议和，安定南疆10年，聪盈国库，广办学堂，屡次进言严查官吏，实属良臣。启禀殿下，门口有人递上名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凉州韩琦见过3殿下。你来见我，所谓何事？在下欲投效于3殿下，从此为殿下效力。我可没本事给你安排官爵，你要是想我给你安排个好位置，那你可是想多了。在下不用3殿下为我安排官爵，我可以辞去官身，在3殿下府上任职门客。10年寒窗，一朝高中，为何要辞官不做？没有靠山。然后呢？无后台者只会发配偏远州县，终生不得调回长安。虽能借机敛财享富贵，却绝非我韩琦所求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辅明君治国理政，伐夏灭楚，成无上大业，青史留名。我且问你，大前官员贪腐横生，你可有法？大前贪腐的根源是官员任免制度漏洞，监察失衡，财产监管缺失。想要根治贪腐，需分级设定官员任期，离置朝廷核查，严审官员亲属财产，增设监察部门，形成3方制衡，依靠严苛律法与长效监察肃清吏治，而非寄托官员个人品德。为什么是我？你要选明主，这朝廷里的皇子可不止我一人。因为殿下救那农夫时，在下亦在人群之中。我本想庸碌度日，直至遇见殿下。您不惜触犯皇室，也要严惩恶徒，体恤百姓。这般胸襟方是明主，恳请殿下收录我。可我真的没本事帮你安排官位。在下也真的可以辞去那翰林院之职，追随殿下。我这儿还有一个门客的职位，月薪10两，你先干吧。多谢殿下。你呀，干嘛非要来这里？昨天严叔叔去我家了，跟我爹喝酒，说起金陵卫，他说必为大前第1强军，我倒是要看看他哪里来的这般底气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严叔真的没吹，这般下去，这支私军只怕真的要成大前第1强军了。都给老子好好练！都给我好好练！见过3殿下，严将军今日轮值休息，属下带兵修炼。卧虎武士练了吗？练了，效果很好，属下全尽威力，最起码提升3成。多谢殿下指点。什么卧虎武士？3殿下道境藏了多少本事？武道顶尖，传言书练兵之法，还能指点旁人武技。您还通晓什么？还会什么？棍法啊，我棍法超牛的。那改天定要讨教一番。走吧，差不多了。再看一会儿，他们这气血打牢方法也是我从未见过的。好了，
时候不早了，回去吧。我要是能有3000私兵，那就好了。等我当了皇帝，给你3000女兵如何？娘子军嘛，那感情好。我还真想组个娘子军试试，不过3000太少，我要3万。哈哈哈哈！到时候我当皇帝，封你当大将军。老娘为你扫平一切。何叔，我们今天晚上让荣嗣死个痛快。不要痛快，要折磨致死。牛哥，你饶我一命，以后猛虎帮跟着您混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去惹我们燕夫人。我们主家的女人，你也敢打主意？牛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放心，老子不是你，祸不及家人。你的妻儿，我留他们一命。何叔，事情完事儿了，您可以回去了。我明天就定下规矩，这些事情以后城西不会有。我也向殿下保证，那些正常商家1分钱我们都不会收。那我先走了，那位吩咐的事情不要忘记。老大，要是按您刚才说的，咱们就在那几个厂子里收点钱，只怕养不下那么多兄弟啊！蠢货，还替别人看场子！城西赌坊烟馆以后全归我们，皮肉生意我不沾，只按月收保护费，都守好规矩，违规者3刀6洞。好的，老大。再有1个月，金陵卫就能初步成军，到时候就可以带着金陵卫去寻些有战事的地方。4000多人，还是太少。殿下别急，慢慢来。殿下是要出去？出去走走。那我为殿下更衣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有事想和你谈谈。没空。二皇子没让你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跟你谈谈。有屁快放！我需要你哥出手。我哥？你要他干什么？挑战3皇子夜宵。夜宵，他一个新榜的位上之人，也配我哥出手？萧姑娘，你最好配合我一点。如果你愿意配合我，10万两银子我会如数奉上，否则怎样？哥，你对我妹出手了吧？你的剑都锈了，杀你足够。哥，我让你打酒，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？你是皇子，我不伤你，但我妹妹不能受欺负。废物！哥哥，你终于出手了，以后咱们戒酒练武好不好？不。为什么？练武没用。你如果不会武功，刚才那种情况又该如何？死！你去死吧！别闹。哥，我觉得你完全不用在乎那个慕寒了。为什么？他死了。不是我说的，是天机阁最新出的新榜，已经将他离出，并且给出了离出原因。不可能，他不会死，那家伙绝不会死。
我们走。去哪儿？去找骆雨裳。那个疯女人，为了慕寒什么事情都敢做。天机阁出这个榜单，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慕寒，你压我3年，怎会身死？你若不在，我练这极北寒冰器还有何用？谁允许你们写慕寒死了？我说是谁允许的？谁再敢说慕寒死，我就先让谁死。那么喜欢排名，今天就好好排排，看你们谁先死。死吧死吧，死了好啊！千万别被那个疯女人发现。最近对老三又有什么打压手段？主要还是针对其名声进行针对。一方面，过分夸大其武道天资，好引起一些江湖天骄的不满，使其遭遇挑战；另外一方面，也派人在百姓和士子中宣扬其武道天赋，于治国无用。老三现在在朝中并无党羽，难以抓住其把柄。我打算琢磨一下秋闱之事，看能不能收拢一些门下。不错，这般应对即可。你之前太把他当做一回事了。你真正的威胁还是老大和老四。我听说老四已经在谋划监考秋闱了。怎么儿臣还不知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这秋闱之事老四极其重视，请出数位文坛大儒替他奔走游说。虽然还未上朝，但是此事已经定下10之8九。该死，大意了！这段时间把注意力都放在老三身上，倒是让他钻了空子。你也不用过于担心，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份大功，此功劳立下，你的名声马上就会超越他们2人。什么功劳？赈灾。可儿臣并未听说哪里遭灾啊。你没听过，不代表不会发生。启禀陛下，九原江堤决堤，发生洪灾，冲毁良田，房屋无数，百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恳请陛下圣裁。放屁！前些日子九原府部不还上折子，今年风调雨顺，必定是大风之年吗？怎么突然变江水决堤？最近几日暴雨，江水冲毁堤坝，实乃天灾啊！赈灾需要多少银子？最起码要100万两。户部如今银钱紧张，只能拨出20万两银子。这样，先期拨款20万两银子。另外，你们4个皇子这个月月例减少5万两，宗人府再拨出20万两，总共60万两银子为赈灾钱款。谁愿意前往九原赈灾？启禀陛下，儿臣愿前往赈灾。赈灾牵涉物资、人手与重建，他清楚自己此时接不下。朕准了。三弟刚才怎么不说去赈灾？赈灾之事，我不如你。哈哈哈，三弟倒是有些自知之明，这回知道了吧？治国之道，武道天资没用，名声再大又能如何？总不能用你那拳头去给灾民盖房子吧？那你得盖多少？三殿下，还请留步。陛下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我问你，灾情的事情你怎么看？儿臣用眼睛看。这时候你还跟我说这种话，信不信我砍了你的脑袋？那父皇觉得儿臣该怎么看？躺着看。这次灾情不正常。九原江堤，朕亲自去看过，坚固无比。自打江堤建成7年时间，从未遭遇洪灾。今年风调雨顺，为何会遭遇灾情？父皇叫我，所谓何事？九原之事必须彻查，朕会派遣镇抚司1处之人前往调查。但是朕希望你能率领那金陵卫前去九原。为何？大灾之后，人心浮动，难免有人趁火打劫、烧杀抢掠。你带兵前去，若遇此般匪患，可不过堂审问，尽数斩杀。其二，你既然去了，亦可对灾情缘由展开调查。若是天灾，自然并无他说；可若是人祸，那朕绝不饶恕那些蠢贼。儿臣领命。去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不用等老二他们。三殿下，此番去赈灾，虽然说带了3000金陵卫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我在唐安城等你回来取我。放心吧，我这人惜命的很，等我回来取你。还是车里舒服啊。殿下这次为何这般着急？从宫里出来到出城都没用上5个时辰。
让韩琦上车。韩琦见过三殿下。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老二一手策划的？我们如果要查，该从哪里下手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为什么？二皇子如果真做下此事，祸害百万百姓，所以他第一时间必定将所有参与执行之人尽数灭口。你说老二和老三这次出去，谁能占到便宜？老奴不知。灾情缘由怕是难以查清，九原知府的脑袋朕已决意斩下。不管如何，人下出此大事，他难辞其咎。至于老三，朕就是要他故意去的。成军半年，战力已成，3000人马对上天下豪商扶持的老二，在灾情刚生、极度动乱的九原，朕倒是要看看朕这2个好儿子离开唐安，离开朕的眼皮底下，能否斗个你死我活。朕也要看看老二这次敢不敢下手。机会已经给他了，若是他连下手都不敢，朕会对他很失望。同样，如果老三能活下来，朕亦会给他一份大礼，让他的实力进一步膨胀。殿下，在下以为这次前去危机重重，殿下首要就是时刻小心提防，以自身安全为先。此言何意？殿下，九原如今大乱，百姓流离，势必盗匪横生。二皇子母家为天下豪商九原之地，必有其关联之人，所以无论是不是他做的，只怕我们都抓不到把柄。若有人故意乘机伪装做暴民袭杀殿下，殿下带的这3000人未必能保住殿下安危。所以殿下此行，什么剿匪、查案都不是重要的，确保自身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查与不查，先放在一旁。九原如今大乱，既然我已得皇命，无论如何，便先第一时间赶去九原，以维护当地百姓安危。朝廷来赈灾了！军爷，先给我吃的，我3天没吃饭了。军爷，我还有孩子呢，给我孩子一口吃的吧，谢谢好。军爷，我爹80了，你给他一口吃的吧。结阵，拔刀！敢有近前者，斩！军爷啊，赏口吃的吧，我家孩子真要饿死了。这便是那三皇子吗？你们猜他会不会心软？应该不会吧？这要是心软了，也太无趣些。毕竟是皇室子弟，怎会没有一副铁石心肠？赌一手吧，这位三皇子多久能进城？3个时辰。我赌1个时辰。现在立刻让开道路，让本官进城。如若不然，钢刀伺候，前进！凡有阻拦者，斩！这三皇子好生果决。来人，把东西撤了，随我下去迎接这位三殿下。城外来者何人？三皇子夜宵率金陵卫，奉皇命巡查九原。参见三殿下，在下永安县县令王溥。这城中似乎并未遭灾。确实并未遭灾。永安县地处九原府边远，地势微高，大水过时有护城河和城墙守护，城内并未过水。若是如此，你为何不赈济灾民？殿下呀，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！王某是人，不是神仙。这永安县并无粮仓，在下如何有粮食赈济灾民啊？城中既然并未遭灾，百姓手中必然有囤粮，粮商手中也必然有囤粮，豪族家中也必然有囤粮。暂且筹集一些过来，赈济城外百姓。等到赈灾粮食到了，如数奉还便是。殿下说的轻松，您是皇亲国戚，一言九鼎。可我王溥不过区区一县令，若赈灾粮食到了，各处用粮紧张，无人给我。再者说，如今城外土地尽数遭灾，城中百姓土地大多也都在城外。如此一来，今年势必颗粒无收，百姓手中粮食
便要撑到明年秋收。我王府借粮还不上，他们又要吃什么喝什么？哼，那世家豪族呢？他们家中粮食只怕都要发霉了吧？那我可不知晓。我素来行事守规矩，人家有多少粮食，我如何知道？陛下让殿下带兵前来，想来不是负责赈灾事宜的吧？这赈灾之事，还是等二殿下到了，我向他汇报的好。三殿下，为何打我？因为老子看你不爽。你很牛，说话天衣无缝，可我是个武夫，你非要我跟你讲道理，老子的巴掌就是道理。如果所谓的规矩只能让他看着城外的糟民饿死，那这种规矩便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三殿下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明哲保身，本不为错，寻常时候我不怪你。可如今城外数万灾民嗷嗷待渴，数万人命悬于一线，你却无半点担当。我要你何用？这大钱要你何用？百姓要你何用？把他给我看管起来，不要让他接触任何人。是。去找些捕快兵丁，让他们立刻把城内各家豪族管事的给我带来，不来者灭族。告诉他们，这是大前三皇子夜宵所言，绝无虚假。写信，让家中之人送粮。啊，这位殿下，便是送粮，是不是得有个章程？为何而送？送多少？是捐，还是不还？一家先送1000斤，现在送粮，其余事情稍后再谈。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开成尸州？不知道啊，快去抢啊！都给老子慢点，排好队！谁敢不守规矩，军法伺候！都给老子听着，这是三皇子夜宵让城中豪族所出粮食，记住了，念着点三皇子的好。三皇子。三殿下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能不能给句话？我们也不是说不出粮食，你何必如此？你们的粮食算我夜宵借的，若是朝廷不还，我夜宵想办法还。城外的灾民，我不想他们死。明日带人去查验各家粮仓，留下必需谷物，剩下的统统交出来。您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好歹也是大前皇子，会骗你一个乡野地主？殿下，城外百姓都喝上了一碗热粥，虽然吃不饱，但是保住性命应当问题不大。你说我可不可以如法炮制，继续这样进入九原，完成赈灾？殿下，永安县地处九原边缘，局势已经如此，其内部势必更加蛮乱。殿下若是贸然深入九原此地赈灾之事，又该交由谁做？此为其一。若是有心人挑拨，万一州州县镇乃至九原府各家尽数联合，必然要生出事端。其三，正常来讲，灾民并非一日之功，千言日久，需有足够银钱填补缺阔。咱们府上的银子援助这永安县尚有富裕。其四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。殿下一无军医，二无药品，引兵入内，一旦沾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请殿下万勿冲动。韩先生辛苦了，早些休息吧。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一番。
多谢殿下。这般看来，这韩琦应当不是老二的人。这些日子，我都在盯着他，并未发现其与府外之人有何联系。希望他不是别人安插撤过来的吧？那样对他，对我都好。还是江湖好啊，虽然打杀多一些，但是最起码没有这么多勾心斗角，也不用这般如履薄冰。江湖路远，不再相见。男人啊，总是会长大的。我若轻易信人，只怕就真的离死不远了。老二，我没想到他这么狠。二皇子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啊！朝廷的给的赈灾款项确实有缺口，他每拖延一日，就有无数灾民死在灾情之中，这款项缺口便越小。而且等到他来完成赈灾，百姓依旧会对其感恩戴德。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，九原各地极其糜烂，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疫情，百姓于野外生病，又无充足的食物，情况极其不好。早知他这般行事，赈灾事宜不如我自己抢下。为今之计，也只有等了。哼，等，去，派人去各地给我散布消息，说二皇子掌赈灾大权，却贪污赈灾款，每日只知淫乐，与三皇子同日出发。三皇子于永安县赈灾，二皇子迟迟不到。属下遵命。听说二皇子喜欢穿女装，我也听说了。哇，爷爷好漂亮的车啊！这是干嘛的？嘘，不许出声，这是大人物的车队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慢？人家是大人物，自然不能跟咱们一般。报，启禀殿下，九原来信。念。殿下还是自己看看吧。我说让你念。这灾情之地的来信不知有多脏，难道还要经我手吗？近日九原各地，你大点声，学蚊子叫呢，这般声音谁能听见？近日九原各地皆有传言，说二皇子贪墨赈灾钱款，一喜扮作女人，博壮汉喜爱，每日只知享乐，不思朝廷重任，与三皇子同日出发，却晚到半月有余，致使灾情糜烂。爷爷，什么是连头？闭嘴，快走！好恶毒的流言，肯定是老三。除了他那张毒嘴，无人能说出如此无耻之言。去，帐下谋士全给我集合！谋士大人速来！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依在下之见，应当先让九原各地官员制止流言，并说三殿下先到一步，是因为其并无赈灾事务，而殿下则是需要调度各地物资，因此晚到。另外，我们还是应当快些赶去，否则任由这些流言传播，便是过后赈灾完成，只怕也得不到好处。殿下可还有何犹豫？父皇给的赈灾款项并不充足，舅舅那边又要赚下一笔，现在过去，如何能够？只要殿下过去，将有病之人和无病之人隔离在一起，并以无药为由，这些人只怕要死上一大半。如此一来，便早到一些，缺口也不大，应当可以完成赈灾。只是我们要少赚一些。全速前进，不得有误。全速前进！二皇子赈灾车队到，开城门！二殿下车驾到了。三殿下什么意思？哼，
什么意思？这才刚过午时，加紧前进，傍晚便能到溧阳。永安县灾情已然暂时缓解，你们进城干什么？叶萧，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我等远道而来，需要入城整备休息。那么喜欢休息，在家躺着，出来挣什么灾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让人淹了，迈不开腿了。10天的路，足足赶了22天，你懂个屁！各地筹措粮食，购粮运粮，不需要时间啊！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，带着人就能来？你来这儿快，你怎么自己不去赈灾？哟呵，长能耐了，敢犟嘴？反正今天你是进不了城。好，叶萧，你给我记着，今天这事情咱俩没完。你跟来干嘛？看看热闹，不行吗？殿下，城内粮食已经耗尽，若非您及时赶到，只怕灾民也撑不了许多时日了。不用谢他，我不替他宣传一下，他现在估计还在路上捡石头。果然是你！不然呢？你那些隐秘之事，除了我这个做弟弟的，还有谁知道？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二位殿下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灾情防疫。这样，李县令先带人去给百姓发粥。殿下您看，这就是二皇子准备的赈灾粮食。这赈灾之米，尽数都是陈年烂米。不仅如此，其中还掺杂了福糠、沙土。灾民本就虚弱，这般东西吃下去，怕是肠胃弱些的，直接便一命呜呼了。何叔，跟我走。三殿下，您等等，二殿下吃饭呢，我们先通禀一下，您再进去啊。您不能进。人都进来了，不用拦了。二哥胃口倒是不错，其实我从不反对享受。咱们身为皇室子弟，自有身份，吃得好些，用得好些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可是，你我身为大前皇室，对自家子民，是不是多少得有些悲悯之心？你想听实话，还是假话？先说假话，我听听。朝廷给的银钱就那么些，各地如今都是临近秋收，却并未秋收，最是粮食昂贵紧缺之时，各地调派购买，银钱短缺严重。为保证有充足的粮食，只能购买残次陈米，掺杂麸糠供给灾民。那真话呢？真话呀，也很简单。那日朝堂之上，你说赈灾之事，你不如我。我知道你说的不如，不是能力不如，而是你没有我身后庞大的豪商支持。如果你来赈灾，甚至我会给你暗中使绊子，让你出现各种问题。可是，你觉得我能让那些豪商对我言听计从了吗？他们支持我，但是我也做不到让他们言听计从。其中最大的豪商，就是我舅舅。我靠他们收粮运粮，他们依旧要从中赚取好处。这些米粮不好，可是我不让他们赚，这些东西也没有。到时候我拿着一堆空荡荡的银子喂灾民吗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可这赚的也太狠了！你行你来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银钱，你去买。如果你能把粮食运进九原，
我算你厉害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多大的力量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九原周遭府县所有地方粮价都已经上涨3倍以上。秋收之前，你不会买到任何便宜粮食，就算处理，你信不信第2天就有人的脑袋挂在府衙门口？那也不该掺那么多沙土。没办法，银钱足够，我也不想掺沙子。可缺口在哪儿，总得想个办法。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，这世间本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兄弟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你跟我，老大跟老四都一样，我们注定只能活一个。叶隐啊，以前我对你说，如果你不惹我，我会留你一命。现在我告诉你，若我掌权，必杀你，包括你母家全族。我亦如此。启禀殿下，李燕在屋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殿下，下官想问问，为何赈灾之舟里面有那么多沙土？赈灾粮本就如此，若是不愿吃，不吃就是了。殿下，可我看您手下兵卒在城中画下了隔离界限，赶进去的灾民也太多了。瘟疫如猛虎，任何有可能生染疫病之人都要被赶入其中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那可不是啊，这般多人混在一起，许多无病之人也必然要沾染瘟疫，如何能行？李燕，你区区一县令，鼠目寸光，如何能在这里对我横加指责？出去！走吧，你跟他说不通的。派人去舅舅那边问问，还需要多久能准备妥当？老三这一次必须死在九原，不要去吃那些掺了沙土的赈灾米。你若是倒了，这溧阳县更是要乱成一锅粥了。多谢三殿下指点，下官知道了。此事过后，我一定要上报朝廷，参奏二皇子一本。二皇子这就是在故意减少灾民啊！这般赈灾太狠辣了一些，尤其是那些被隔离之人，只怕用不了几日便会尽数染病。我观二皇子车队之中，并无治疗疫病的药物，亦无大夫，这些人完了。殿下，在下有一计，不知可行否？你说。二皇子此举的确有些阴损，我觉得我们亦可如法炮制，找一具因疫病而死的尸体，绑上石头，套入麻袋，扔入二皇子住所井中，必可使其患病。没用，那小子修为虽不高，但也是1等1的功法，用不了几日他就能好。我知道无法伤其性命，可是人都是最在乎性命的。他但凡有症状，加上属下大面积患病，必然要调集大夫药物前来。到了那时候，他就算做表面功夫，也会让那些大夫去给病人们看病，多的药材也能给病人用些。怎么了？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些乏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你二人看我作甚？我俩都是书生，手无缚居之力，何前辈修为高强，这种事情自然只能劳驾您嘞。尔等读书人心都是黑的。大夫到底什么时候能来？殿下莫慌，您虽然得了疫病，可是您修为在呢，并无危险。便是我等这些天亦有些不适。我不管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到？今日下午便到。那就好，再去催催。三殿下，二殿下那边让您过去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老三，刚刚在后院井中捞出了一具尸体，被装在麻袋里，还压了石头。看来殿下所找的这个居所发生过惨案，得让李彦存查一番。可是我手下验尸说尸体才死了不几天，泡发程度来看，应当是我入住后才丢在井中的。哈哈，二哥手下还有这等人才，厉害。那这水可真吃不得，太恶心了。行了，说正事，去往九原府的运粮队被人劫了。所以呢，二哥什么意思？我即刻送粮草、药材、医者至九原府，交由你押运防匪。三弟心怀悲悯，切莫推辞。物资在时，九原府生灵尽丧。
看来你这是挖好了坑啊！三弟是不打算去，我可以换人，把粮食、药材和大夫都给我就行，不需要你派一兵一卒，民夫我自行募集。那就祝三弟马到功成。这便是那夜宵吗？果然是一表人才，威仪不凡，有人主之姿。三舅，你是不是胳膊肘分不清里外啊？我拎得清内外，自然要助你。我常年行商，遍见权贵皇族，似夜宵这般一身威仪的没几个。我比他差哪儿？你看他言行举止，可有半点规矩？他举止不拘皇室规矩，骨子里的贵气威严，世间罕见。我眼光不会错，这气运只可意会。你空有贵气，威仪不足。舅舅，九原那边确定没有问题？当然，夜宵此去，十死无生。东西查验过了吗？查验过了，都没有问题。粮草里面没有任何夹带，人也都查过，无人有修为，无人携带兵器，无人携带灵物。好，回去待命吧。殿下，查验完成，可以启程了。严将军，此路一去，说不定便是刀山火海，要死不少人啊！现在咱们后悔，还来得及。殿下何出此言？我辈军士若怯战未死，何谈建功？何谈作战？战阵之上，生死尽由天命。我等亦是如此。天下没有必胜之战，若是只求必胜，那每一战斗都不用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严将军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想多了。出发。王虎，去教城。慢着，不对劲。殿下，哪里不对劲？严将军，你说那些尸体为什么会变成白骨？殿下的意思是，森森白骨皆为人士。九原城如今只怕已经是幽冥地狱。九原大灾，豪族豪商皆已撤离，殿下在路上耽搁了许多时日，灾民早已经撑不住了。人啊，绝望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会做，也绝不乏有野心之人。稍加挑拨，民变变生，数十万人，如今只剩下十几万青壮，其余尽数化作口粮。那夜宵不过3000甲位，面对十几万豁出性命的畜生，便是他再有手段，也活不下来。舅舅，这一次死的人是不是太多了？哼，多不多？九原府虽有大变，可你不是已经上折子了？只要陛下接到折子，朝廷大军不日便到。十几万灾民在朝廷大军面前不过土崩瓦狗。等事情过去，九原府近乎空虚，大片土地荒芜，灾后重建，你可举荐王部为九原令。我崔家亦可借机大肆兼并土地。放心，保证该给朝廷的钱粮数费一文不少。到时候你有举荐之功，崔家亦有巨利可图。苏相啊，看看这2道折子吧。老二在奏折里参照夜宵剿匪不力，致使赈灾粮食被劫，九原府情况民滥，发生民变，九原失守，请求朝廷援军。老三呢，参老二行程缓慢，故意延误赈灾。苏相觉得这2人孰是孰非啊？启禀陛下，为今之急，最主要者便是剿灭叛军。依微臣之见，可从宜州调军7万，最快速度赶往九原府，平定乱军。朕没有问你该怎么办，朕问的是，你看这2人的折子，谁说的有理？2位殿下都是忧国忧民，所参奏之事都有其考量。陛下若是要断个是非，不如等2人回长安，将2人请到殿前当面对质，如此才能明辨是非。下去吧，就按你说的，着令宜州兵马前往九原赈灾。苏明轩啊，还是聪明，看清了问题本质。要是有一个回不来这长安，哪里还有什么对错？哼，斗吧，斗吧。只要首尾干净，不被抓住把柄，手段越狠越好。大钱之主肩负天下，若是没点手段，如何坐得稳这把龙椅？启禀殿下，四面皆有来敌，难以判断突围方向。
看来是行踪被泄露出去，他们故意扩大了包围的范围，躲过了趁袭的掺查。准备突围！不可，殿下，敌军势大人多，一旦突围，必然阵型散乱。属下愿率军结防御阵法，尽力守卫，斩杀敌军，以死一战，求一线胜机。诸位，这些乱军便是我等建功之机，不可放过。我叶萧为大前皇子，愿与诸军同战此地。若为亡魂，九泉相伴。愿随三殿下一战。金陵卫列3重圆阵。秀弩准备，1排，瞄准腿部；2排准备，射；2排射；3排准备，3排射；1排盾枪迎敌，2排缝隙穿刺。王虎带领1营准备补上，孙称准备雷火丸。诺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，不杀了这些朝廷狗贼，我们都活不了。斩杀一人者赏千金，美女10人。斩杀叶萧，封大将军。殿下，我护着你杀出去，不能这样继续了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！殿下，快走！叶萧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活下来才能为他们报仇，你死了，一切就都完了。贺叔，再容我一会儿，再试试。现在我若一逃，金陵卫士气必然大挫，转瞬便是全军覆没。无论如何，阵势不破还有机会，我不能逃。三殿下天命所归，我等得天龙护佑，今日必胜！今日必胜！我大前3皇子叶萧在此保证，尔等放下兵器，我保林等不死。如若不然，天龙护佑必将尔等尽数斩杀。谋反之罪，从无饶恕。他不过一皇子，根本不可能说了算。兄弟们，快上，杀死这些官兵，我们才有活路。我大前皇室立国1000年，从无暴民乱政而成事者。尔等一无口粮，二无兵器，我3000人马，尔等10几万人却不可胜之。今日不降，朝廷大军到时，必定将尔等尽数诛之。现在，给我放下兵器！所有人排好队，准备施粥，给这些人尽数整端，分而治之。所有人实行连坐制度，一人逃跑，全营结斩。咱们的人在外围警戒巡查，一定不能出现有人脱逃。诺。二皇子，您快起来，出事了！三舅，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不是说十死无生，10几万暴民，却杀不死他区区3000兵马。我也没想到啊，那3000军士其擅长防御，而且战力惊人，斩杀数万暴民的同时阵型不乱，而且那家伙居然有一件灵物，可引动帮助其士卒恢复体力伤势。乱民被他吓住，慌乱投降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老二平定10几万暴民，又在永安赈灾，风头已经完全盖过我了。便是班师还朝，也是他功劳更大。事已至此，只怕没什么好办法了。想不到这叶萧下属成军半年，竟然有这般恐怖战力。想到这是理由吗？我现在不想知道为什么失败，我只想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压过老三一头。现在只怕不太好办了。
陛下已经派遣宜州兵马来此镇压叛乱，3日内必到。这九原府其余各城灾情也略微缓解。现在，立刻让人去把赈灾粮食沙土给我筛除。九原府死了那么多人，完全没有必要再用这般粮食。调遣大夫药品前往各地，快速完成赈灾诸事，稳定局势。这样的话，赈灾的成本怕是……不要管成本，另派人散布老三剿匪不利的言论。怒！听说了吗？那三皇子夜宵带着他那些兵力去了九原府去，结果每日就这吃喝玩粮食，被歹人索匪，致使九原府数万百姓因此暴动，死了10几万人呐！不是吧？那夜宵之前诸般表现，可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啊！牛老大，咱们今日所为到底是为什么？之前不是说不针对普通商家吗？为何这次要针对那些放出对三皇子不利言论的商家？又为何要留信收取保护费？还都是留下别的帮派名号？要不说你们之前跟着荣四混不出名堂，都是些没脑子的蠢货。哼！这次赈灾是拿二皇子为主，三皇子剿匪，二皇子母家乃是豪商崔家。老大，到底说明什么？哼，说明这些商贾都是二皇子的人呗。哦，可是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让你们没事的时候多多读书，你们呢？就知道砍人、收保护费、睡女人。二皇子的商铺，咱们以唐安城其余帮派的名义去捣乱，你们说二皇子会怎么样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把他们都灭了丫的。原来如此，等二皇子把这帮狗日的都给灭了，咱们猛虎帮就可以趁机接手他们的地盘了。兄弟们，跟着我牛安混，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今天行动的兄弟，一个人赏50两银子，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谁他妈给我露出去半句口风，我他妈的杀他全家！这些人啊，就这么点眼界。行了，我这边算是完事儿了。主人不回来，这谣言早晚还是得散开，不能让主子背黑锅，得去跟燕姑娘商量。现在唐安城流言大抵便是这2种，不过源头都难以查探清楚。哼，源头无非就是朕那几个儿子，不用在意，百姓爱怎么传就怎么传，这种事情也直指不了。下去吧。遵命。萧儿啊，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成军半年，3000甲士抵御10几万暴民冲击，这般能力，便是在大前军中也算是一流。唉，只可惜还是稍显心软，被老二引入九原府，身陷险地。狮子搏兔亦用全力，3000兵甲必定尽数阵亡。如今反被老三借机平叛，立下大功。周统，去传朕之命，九原府局势稳定，叶萧、叶印2人可回唐安，后续事宜交由地方官员处置。奴才遵命。殿下，刘将军求见。我这就出去。这血蛮族锻体之法果然恐怖，号称可肉身擒龙，不是假话呀。只可惜需要大量气血之力，人族气血难以持续修炼。不知刘将军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三殿下，是这样，我那些兄弟们啊，这些日子始终住在城外，这九原城中无人居住，不如让他们住进来，要不然这风吹雨淋的，着实有些遭罪。这事情倒也不是不行。那我今天便让他们入城。现在不行。为何？因为我的人要搜寻城内，明日之后，刘将军的人再入城不迟。溧阳那边传来消息，父皇派人传旨，让我和老二回去，所以明天我就要走了。我这些兄弟们总得有些好处。三殿下所言极是，那就按照殿下所说的办便是。我有一件事情叮嘱你一下，这10几万暴迷给我看好了，他们我另有发落，可不是说你嫌麻烦就能给他们放了的，毕竟是反贼，可不兴放啊。末将知道了，末将告退。殿下，
你方才对这位刘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强硬了？有些人你不强硬些，人家不会拿你当回事。我是皇子，那些暴民是我属下所擒，岂能任由他人处置？何叔，去通知城外禁林卫，立刻集结进城。九原府遭受灾害，百姓大多身亡，如今已成空城，城外暴民天怒人怨。我虽许其不死，可他们注定被编入各地徭役，终生劳作。如今城中各物皆是无主之物，尔等随我拼死杀敌，镇压叛乱，于国有功。今日可入城中自由搜寻，所得之物尽数归于尔等。我等不拿，明日走后也是任由宜州所部自由拿取。所以诸位不必客气，去吧。严将军怎么不去？为将之人要有威严，若是为了区区蝇头小利便失了威仪，如何还能震慑军中士卒？当然不会，该有利益之人一个都不会少，不该有利益之人，我也绝不会让他拿得到。两位皇帝，九原赈灾，辛苦万分。父皇命我在此迎接，请两位皇帝下车，入我车驾进宫。哈哈，大哥，些许辛苦，不过是为了百姓，如何能让您辛苦迎接？三弟为何还不下车？没看到大哥在此迎接？哼，三弟可是真不将大哥放在眼里啊！他都在城门口恭候了，连车驾都不下。三弟在外久了，这规矩什么的都不太懂，没关系的。三弟看来对为兄很是不满啊。当然了，虽然咱们本质都是心狠手辣的坏种，可如果对百姓心狠手辣，那就是丧尽天良。哦，可我听说麾下斩杀暴民的时候也未见留守啊。现在九原诸县很多子民还要给我立长生牌位呢，你看那边还有威安、龙井、紫苑三县给我送的万民伞，黑锅甩给我，功劳名声你一样不少。三弟在说什么啊？为兄可不知道，我就是秉着一颗人心，为灾人们办些实事而已，别的我可不知道。二哥真是打得一手好算吧？不过二哥似乎漏算了一点。漏算了什么？你那几条恶狗没跟在身边，你还敢离我这么近？还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